token 燒得最快的人憑什麼最值錢？硅谷大廠最近流行一個奇怪的排行榜，不比代碼寫得好，不比產品上線快，反倒比一件聽起來荒唐的事，誰調用 AI 消耗的 token 最快？消耗越快，工程師反而越被視作高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先解釋下什麼是 token。你可以把它當成 AI 的燃料，每次讓 AI 幹活，從讀取指令到生成結果，消耗的計算資源都用 token 計量。token 燒的越多， AI 幹的活越多，你付的錢也越多。有粉絲問我，這也太反常識了吧？公司不都追求降本增效， token 消耗越少越好嗎？怎麼反過來了？燒的越快反而越厲害？這個問題觸及了 AI 時代的核心邏輯。想象一個場景，工地上有2台挖掘機，一台一天燒200升柴油，另一台只燒20升。單看油耗，你會覺得省油那台划算。可如果燒200升的那台挖了1000方土，燒20升的只挖了50方呢？答案就反過來了。柴油不是浪費，是產出的引子。token 就是 AI 的柴油，燒得多不代表浪費，只代表你有能力讓機器全速運轉，持續滿負荷工作，而大多數人壓根沒這個能力。我們來看看，從普通程序員到頂級 AI 工程師，中間差了幾道坎。第一道坎叫基礎水平，普通工程師拿到 AI 編程工具就開始寫代碼，這就是現在很火的氛圍編程，不用自己一行行寫，用人話告訴 AI 想要什麼功能，讓它代勞。聽起來美好，實際操作呢？AI 寫的東西一測就有問題，把報錯丟回去讓它修，修完再測又冒出新毛病，改個3、4輪 AI 還可能把之前改好的弄壞，只好推倒重來。這種邊做邊返工的模式，1個月下來用包月套餐算，大概消耗$100 token。$100不多，但買到的是什麼？是一個效率極低的勞動力。AI 90%時間沒在推進項目，全在修自己犯的錯。第二道坎叫工作流優化，聰明的工程師很快發現秘訣，問題不在 AI 笨，而在交代任務的方式太粗糙，直接說幫我做個網站， AI 按自己的理解去做，大概率不是你想要的，然後就是无休止的修改。但如果先花1小時把開發流程和多智能體的角色和協作規範定義清楚，再把網站拆成5個模塊，把每個模塊的功能、輸入輸出、邊界條件寫清楚，再交給 AI， 一次通過的概率就會大幅提升。這叫工作流設計。輸入精準了， AI 返工就少。但要注意，雖然單次返工少了，一天能推進的項目反而多了，總 token 消耗不降反升。同時你会開始用更好的模型，貴模型犯錯少，一次出活率高，算總賬省了時間，花了更多錢。到這個階段，1個月大概$200到$400。這裡有個微妙變化，第一層時，工程師輸入大量指令， AI 輸出一堆半成品，人在輸入更多指令去修正，投入大，有效產出小。到了第二層，工程師輸入越來越少， AI 產出反而越來越精準。好的工作流就像精密模具，原料放進去，出來的就是標準件。工程師從手工匠人變成了模具設計師。模具設計師的價值不在於親手做了多少產品，而在於模具能讓多少產品自動造出來。真正拉開差距的是第3道坎，高並發。打個比方你就明白了，前2層裡你是個老闆，手下只有1個員工，活交給他，幹完你檢查，檢查完再派下一個，一次只能幹1件事。第3層不一樣了，你升級成了公司 CEO， 手下不是1個人，而是一支團隊，有的寫代碼，有的做設計，有的寫文檔，有的做測試。更厲害的是，這些員工還能分身，就像孫悟空拔根汗毛吹口氣，变出50個自己。拿我的實際工作流舉例，做一個視頻需要30個場景，傳統做法是主 AI 逐個處理，先生成圖片，再生成音頻，再合成視頻，做完一個才能做下一個，30個場景排着隊處理要好幾個小時。高並發怎麼做？設計一個專門處理單個場景的角色，讓他自己調用圖片、音頻、視頻合成功能，然後把這個角色分成30個分身，每個領走一個場景編號，同時開工。
原來幾小時的活，幾分鐘就幹完了。這就是高並發。目前一個主 AI 最多能同時派50個分身並行工作。注意到沒有？到這一步已經不是一個人寫代碼了，而是一個人在管理 AI 軍團。但這還沒到極限。第4道坎叫全鏈路壓榨。你不再是管一條產品線的 CEO， 而是同時管10個 CEO 的董事長。每個 CEO 帶着团隊跑自己的項目，10條線同時推進，每條線裡還有大量分身在高並發協作。更極致的是通宵模式，睡前給 AI 一個複雜大任務，把規則、判斷標準、異常處理方案全交代清楚，讓它跑一整夜。早上起來，原本需要一個团隊幹1周的項目，它已經做完了。聽起來理想的不真實，對吧？但這裡有個致命門檻，如果工作流有一處沒設計好，或一條規則沒交代到位， AI 凌晨3點遇到無法判斷的節點，就會停下來等你。第二天早上醒來，發現它3點就停工了，白白浪費一整晚。這種事我經歷過，有次給 AI 布置複雜的視頻制作任務，步驟都交代了，唯獨漏了一條，某張圖片生成失敗時該怎麼處理。結果凌晨2點 AI 生成了一張問題圖片，不知該跳過還是重試，就停在那兒等我。第二天早上一看，30個場景只做了6個，剩下時間全在等我一句話。要讓 AI 在複雜任務上連續跑10幾20個小時不停，中間不卡殼，不犯方向性錯誤，該自主判斷時能判斷，不該擅自做主時知道守規矩，這對工作流的精密程度要求極高。這就像設計一家真正的公司，每個崗位的職責、匯報流程、決策權限、異常上報機制都得寫進虛擬公司的章程、操作手冊甚至憲法裡，少一條規則， AI 凌晨就可能在那個地方翻車。到了這個級別，工程師的工作節奏和傳統程序員完全不同，他不是坐那兒敲鍵盤，而是同時開着好幾條 AI 產品線，時間被切成碎片。 AI 跑的時候，他在思考下一個任務怎麼安排，哪條線的 AI 停了，他立刻跳過去給新指令或排除卡點，讓他繼續跑。他自己幾乎不做具體執行，所有精力都花在一件事上，讓 AI 不要停。這樣的工程師一個月消耗多少？拿我自己舉例，我用 Claude Code 包月套餐，每月200美元，買到的 token 量約等於按量計費4000美元的用量。我一個月要消耗2個這樣的賬號才能把工作時間塞滿，一個 Claude Code， 一個 Codex， 分工合作，折算成按量計費，我每月 AI 算力消耗約8000美元。你可能好奇 Claude Code Max 訂閱後面的 20x 是什麼意思？告訴你，包月額度用完，進入按量付費後，最好的模型每小時消耗約10到15美元，一天10小時就是100到150美元，一個月3000到4000多美元。所以200美元包月給的額度，差不多等於4000美元按量消耗，這就是那個20倍。這在硅谷已算不錯水平，但 AI 用的最好的那批工程師需要2到4個這樣的賬號，一個月折合8000到16000美元 AI 算力。現在回頭看那個排行榜，就一點都不奇怪了。Token 燒得快，代表3件事： 1. 工作流設計精良， AI 不會卡殼； 2. 懂高並發，能同時調度幾十個 AI 分身； 3. 能讓 AI 在你睡覺時還全速幹活。這3件事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，你有能力把 AI 勞動力壓榨到極致。發現了嗎？這和傳統工程師評價標準完全不同。以前衡量工程師，看他自己能寫多少代碼，現在看的是他能調度多少 AI 勞動力，極限壓榨到何種程度。這跟什麼很像？跟管理能力很像。職場最經典的躍遷，就是從個人貢獻者變成管理者，不再看你自己能幹多少活，而是看你能帶多大團隊一起出活。現在同樣的躍遷又發生了，只不過你管的不是人，是 AI。团队裡沒有一個活人，全是智能體，但作為管理者需要的能力本質沒變，拆任務、定流程、設邊界、處理異常、做資源調度。頂級 AI 工程師本質上就是頂級 AI 經理人，所以那個排行榜比的不是誰更能花錢，而是誰更會當 AI 的老闆。但這個故事還有更深一層含義，
當一個工程師用每月8000美元 AI 算力做出了原來10人團隊1個月的產出，你算算那10個人的成本，硅谷工程師平均年薪20萬美元左右，加上福利、保險、辦公空間，10個人1個月成本輕鬆超過20萬美元。8000美元對20萬美元，這個25:1的槓桿率才是排行榜背後真正在講的事。這已經不是技術話題，而是經濟問題、產業結構問題，也是未來就業市場的信號。誰能最高效調度 AI 勞動力，誰就能以最低成本創造最大產出。以前我們管這叫自動化，但以前的自動化替代的是重複性體力勞動，流水線工人、收費站收銀員。今天不一樣了，自動化開始替代認知勞動，寫代碼、做設計、寫文案、做研究，這些曾被視作鐵飯碗的腦力工作正被 AI 接管。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這輪自動化來得這麼猛？上一代自動化需要建工廠、買機器人、鋪產線，前期投入巨大，只有大公司玩得起。這一代不同，一個人、一台筆記本、一個包月賬號，就是一條甚至多條流水線。沒有最低投入門檻，沒有規模經濟限制，擴散速度不是線性的，而是指數級的。駕馭這台認知自動化機器的鑰匙，不是寫代碼的能力，而是設計系統、定義流程、管理智能體團隊的能力。如果你是程序員，現在最該練的技能不是學新編程語言，而是學會怎麼當好 AI 團隊的 CEO。如果你不是程序員，更該關注這件事。這個趨勢不會只停在編程領域，任何需要認知能力的崗位，未來都會面臨同一個問題：誰能更高效調度 AI， 誰就更有價值。不會調度 AI 的人呢，就像挖掘機旁邊拿鏟子的人。你也能挖，但你和那台機器根本不在一個維度上。你們覺得下一個被拿來比燒 token 速度的行業會是什麼？你自己現在處在哪個層級？評論區聊聊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